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冷静下来，这个是第一位的。可能这一场发布会，这个瞬间的用户的反馈好一点，也不足以为喜。有的时候呢，可能感觉一炮没有打那么响，也不足以为虑。所以大家现在连香槟都不用买，还是要全力以赴的积极应战。有的自己做的好的地方要坚持有我们同行做的好的地方也要学习最终它的这个竞争是一个不能有短板的竞争，它是一个长跑，并且不能有短板的这样一个竞争。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去看，它得出结论就不一样。就是增程大三开 SUV 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纯电大三开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我再来帮斌哥补一句，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Hello， 这里是柯洁啊。本期视频呢，就是 Neo Day 及未来全新 ES8 上市发布会次日的媒体群访了。那老样子啊，那本期视频呢，那大段落依然就是开头先聊一下未来的现状，然后呢，以及就是中段媒体的这个群访的内容，然后还有讲解，然后呢就是结尾部分和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先进入这个本期开头的这个部分啊。首先大家都知道，现在 L90 和 ES8 已经都正式上市了，而且这两辆大三排 SUV 的订单都很不错。而且就是 L90 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完整交付月且破万，这个是非常可喜的成绩。ES8 呢也已经开始交付了，我现在已经回到杭州了，然后我现在也坐在五常的交付中心这里啊，的确现在看到这边的车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是想来和大家泼冷水了。就泼冷水呢，不是说来打击信心，这点我还是有区别的。我是希望大家能更加清晰的并且认识到，现在未来真正的硬仗开始了。还发布产品它是一回事儿，但是我想和大家说，就是企业把这个规模做大做强，比过去的就是把这个产品发布还要更困难，真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事情。因为它涉及的，比如说你售后也好，交付也好，工厂也好，人事也好，资金也好，以及还有像外部的供应链的管理，外部的这个媒体和传播的管理，市值的管理，加下去都是指数型的放大，指数型的放大。所以为什么像苹果，像乔布斯他发布了这么好的产品，但最后实际上真正把苹果做到如此大市值的，是因为 Tim Cook 在后面在做这些事儿，对吧？所以就是从接下去可以理解为，产品发布呢是0到1，就完成了这个商业模式一定的闭环，还有像换电模式、商业模式的闭环都跑通了。但接下去1到100的这个路程比0到1更为凶险。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一定的意识就是不要觉得现在好像高枕无忧了，甚至说哎呀我放心未来了，我可以去撒手去看别的内容，看别的项目了，对吧？没有，根本没有开始，接下去的里程才是真正的艰辛和凶险。那上次 ES8 上市发布会前，反正斌哥不是说这是淮海战役吗？目前来看到的确也是开始了。当时第一次我听到斌哥把这个定性为淮海战役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还太早了，对吧？但现在看起来的确是开始了。因为上次媒体群访我也和大家说了，就淮海战役实际上是分开来看，有3个阶段，对吧？那目前看起来就是 L90 和 ES8 的亮相，就是完成了对于部分能源形式，就是过去的大三排 SUV 的这种商务和家庭，就各个市场定位的这种卡位，就类似于淮海战役的前期2个阶段，对吧？前期2个阶段实际上很重要。把黄维兵团和黄百韬兵团全都给歼灭掉，对吧？这样才能对后面就是在徐州的杜聿明军团进行一种合围。但是往往就是第3阶段才是最凶险的，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像徐州的这个杜聿明军团，他是不会束手就擒，对吧？他还有非常多的策略，如何把军团给转移出来，然后给之后的反扑做最后的打算，对吧？所以接下去就怎么样把这一大块肉给吃下来，下面的真正的硬仗才是开始的。那这里有几点来判断一下吧。就第一点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纯电的这增速呢已经上来了，然后增程还有其他能源形式的增量已经不在了，意味着就是市场的共识已经开始逐步形成。就这年头你还在买一个增程，你已经跟这个市场的趋势跟这个时代的发展已经有点相悖了。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还有第2点就是产品形态上也已经开始收敛了，无非就是以后的前备箱空间更大一点，然后内部的空间更大一点，但只是量变，它不是质变了。这个呢也是像上次媒体群访的时候，我当时发的那个叫做 iPhone 时刻可能来了，我当时可能这个标题我在想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但现在看起来好像那个标题是非常恰当。然后第3个就是现在几个头部企业的势能已经起来了。
大概率可能最后留在牌桌上打牌的就这么几个企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这么几家企业，它的话题量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市场的这个声量它已经逐步的具备了。所以现在就必须真的要说了，真正的硬仗才刚开始。就如何吃下市场这一大块肉，是接下去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具体来说，有2个特别接下去重要的工作重点啊，就第一个，如何提升产能；第二个，如何留住客户和吸引客户。那很好理解，就是如何提升产能，就如何把现在手握的，现在可能接近有6万到7万的大订留住，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对接下去继续提升未来的势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第二点就是如何留住客户，留住客户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产能而留住的。实际上他们就是客户和产能，它是两者共生的，就是相互促进、相互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关系。保产能就是保客户，保客户就是保产能。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挺难的，因为实际上你保产能，你要涉及非常多的供应链上的这个配合，对吧？你保客户，你要非常多的策略、销售的政策和接下去如何保持这个市场热度的政策相互做配合的。所以就是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所以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保客户，现在看到未来有非常多的策略，就是留后手，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喜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之前5566它有冠军版，对吧？像萤火虫还有美拉德版，虽然美拉德版它的产量非常少，就300多台。还有像 ET9，这一次呢就是 New Day 有2款产品，对吧？另外一款产品就是 ET9 地平线版本，这个都挺好的，至少就是有话题度，一直能把这个车子留在大家的讨论范围之内。不论你这个讨论范围是大还是小，对吧？但至少能留得住。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去 ES8 它是否也会出一个冠军版，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 ES8 我觉得有款特别重要的颜色，它这一次还没出，就是月灰银。那么这个最霸气的颜色为什么没出呢？我觉得可能会留到后面的版本会出。OK， 这个就是一种方法吧。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希望大家放心未来管理层现在的打逆风局的能力。的确，这几年逆风局它不是白打的，对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管理层上的尖子啊、担子啊，真的是不轻的，就多给予支持吧。OK， 那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这个媒体群访的视频吧。谢马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知道从乐道 L60上市之后，每一场发布会之后，你的内部工作流程变成了开复盘会。对。然后那这一次复盘了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每一次复盘会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调整大家的心态。我以昨天为例啊，昨天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方方面面气氛是比较热烈的。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冷静下来，重点啊，冷静下来，这个是第一位的。可能这一场发布会这个瞬间的用户的反馈好一点，也不足以为喜。有的时候呢，可能感觉一炮没有打那么响，也不足以为虑。我觉得复盘第一是要稳定团队的心态。第二个呢，当然每次都有一些战术上的得与失，没有任何一次的发布，我觉得会是完美的，那下次总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如果了解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未来是把发布会本身当做一个产品来打磨的，这个产品，昨天这个产品我的体感还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有竞争力、有特色的产品。我说的发布会 New Day， 但是它依然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第三个呢，我觉得发布完了，尤其是有产品正式上市的这个发布，像乐道的731还有昨天的全新 ES8，我们都是开启锁单。半夜的会呢，这个锁单开启前2个小时，我们会看到一些端倪。那么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可能要做出及时的安排。有的时候之前安排的未必完全那么到位，所以主要是这3个方面吧。OK 这实际上呢是本次媒体群访的第3个问题。但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置前呢？还是因为我开头跟大家说了，正如力宏总说的嘛，首先要降温、戒骄戒躁，把这个福气给去掉，让大家重拾平静。我想这就是把舵人的作用。主要是现在订单呢肯定已经是爆了，但现在问题还是在于这个车子它能不能交得出来。还是很乐于问订单的问题的，因为未来从来不说，但是我们很乐意问，因为万一哪天问出来了，然后就成了历史上问出未来订单的第一人，所以还是很乐意问的。然后猜的也很辛苦，昨天说了10天15万人试驾，然后我们又私底下对大家各个人所在的这个就意向金的这个群，有超过25%的，有最高的，有突破40%的，能平均算了一下。30%多一点，然后再猜是不是锁单锁了5万个，真的猜得很辛苦，看能不能透露，能不能痛快点是吧？对，能不能痛快一点啊？
你们先下个单，过2天我们公布了预计提车时间的时候，不就都清楚了？想问一下，锁单的比例有多高？锁单比例我们也不会说了，这个抱歉。如果现在下单，肯定是要明年提的。无可奉告，先下。这样。哦，我特意把这3个问题啊就放在一块儿，对，大家都在问订单，这个的确大家非常关心。内部肯定第一时间，昨天12点就给到供应那边去反馈了，我们内部肯定有，但是确实我们就不方便对外说这个数了。总之预定情况确实，锁单情况不错啊，锁单情况不错，也可以说比我们自己预期的要好一些啊，要好啊，比我们自己预期的要好，这个我们是可以说的。这个现在也不能说爆单这个梗了，要不这个也很危险的。这个，其实最近也有人在说这个事情，说如果都按照大家公布的那个订单数、大订数，这个就好像1个亿了，是吧？我们肯定没有参与这个中国膨胀。其实这个它已经变成一个营销的东西，它会助长很多没必要的这个事情，而且对产销的预测匹配也是不好的，容易自己给自己挖坑。OK 啊，这里斌哥说了一个很重点的事情啊，就是那些虚假的大定数据、预定的数据，现在大家都看到非常离谱，什么都是几十万，都是动辄几十万的，对吧？这些很容易给自己后面的这个产销挖坑，给自己的供应链挖坑，让自己沉浸在这种虚假的胜利中。我常跟大家说嘛，未来从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只有产能的事情。OK， 那接下去我们就来听一下斌哥和管理层是如何说未来产能的事儿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公开明牌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再听一听。不过可能也有一些公开的信息嘛，我在前段时间那个财报会也讲到了。L90我们爬产其实非常快，10月份我们就能爬到1万1个月，啊，10月份就 L90啊，乐道 L90，10月份就能爬到1万5，然后未来 ES8的话呢，我们目前的目标是12月份爬到1万5，啊，1个月啊，爬到1万5一个月。今年4万的产能，其实对于这样一个第3代全新一代的这样一款高端的旗舰的这个大型 SUV， 这个产能还是不容易的，所以大家这个应该知道，我们和合作伙伴还是一起是非常努力的。那当然我们也在看还能不能加一点点，但是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啊，因为从最早我们给的这个指引到这个821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需求确实不错，我们821晚上当晚就部署增加产能，整个供应链拉通增加产能啊。现在来看的话，确实也加了一些。我们也希望尽可能能增点产，但是很多这种生产设备的投资，它是有这个lead time的，它是有时长的啊，这不是我们想说这个能加就立刻能加的。昨天能够跟大家交代的就是，到年底前我们能交4万辆，因为有一些产能，它不光是整个产能受限，它有的比如说某个配置如果选的特别多，可能这个配置的产能有时候也会受限。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谁锁单时间早一定就能够早提车，还要根据配置的匹配，所以这个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所以我们还会匹配一下下周吧，合适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让大家看到自己的预计提车时间。第3个的话不说了嘛，购置税退坡的补贴和等车积分红包，这个都安排起来了啊。这今天吧，应该晚一点我们就会发布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好了，那本期媒体群访的第1个大内容就结束了，就是未来的硬仗真的是开始了。和大家也说过，好产品的上市呢是第一步，后面的规模化上量是特别难的。所以大家现在连香槟都不用买，还是要全力以赴的积极应战。我给大家捋一下，就后面未来面对的具体的哪些硬仗啊，就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就是 ES8的交付，这个毫无疑问是头把硬仗。第2个就是目前看到的 L90的储备订单，还有不到1个半月之后就要开始积极准备拓客，增加新订单了。这个呢是需要上销售政策的，而且目前看到 L60 这段时间交付量是下来了，目前不确定的是产能让给了 L90 和 ES8， 还是因为换代的问题啊。还有啊，就是明年 L80 和 ES7 的准备情况。ES9 这个产品它的量啊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看 ES7。那看看现在要不要先把 ES7 的产能先拉上来，
毕竟 ES8的确订单量就堆得太多了，导致拉产能它压力很大，而且拉得很快。这个对于之后如果它的新增订单没有那么多，过度的没有那么平稳的话，对于以后的产能就是交空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就是 ES7之后能不能尽量把它产能爬坡的会稳一点，那就意味着提早开始备货，这个就是需要考验管理层了。就大家不要过分乐观，我觉得这2年还是非常凶险的，就26年、27年到27年的下半年就看得比较明白了，身边真的都是群狼虎视的。然后我给大家泼完冷水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2大块内容了。我既泼冷水，我也拉士气，对吧？我跟第2大块内容的标题就是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具体呢，我把这几个问题啊，因为毕竟很多人在问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把它进行了一个分类和规划。我们边看边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单单说未来这个企业和它的产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L90 和 ES8 已经很好了，就明摆的就接下去的 L80 和 ES7 肯定也会很棒。首先还是从这个市场的数据吧，比如说我们乐道 L90 现在已经是这个大的这种 SUV 里面的前2名了。这个作为一个新品牌，作为我们在乐道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大3排 SUV 的第一款作品。这个暂停一下，斌哥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乐道在这个市场的第一款大3排产品，难道乐道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款大3排的产品吗？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全新 ES8 大家都有体感这个市场的热情非常高这个也充分说明。当然大家还是注意我的用词叫大3排 SUV 的增程大3排 SUV 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我没有说已经过去了，正在过去，而且我讲的是大3排纯电 SUV 的纯电时代正在到来，正在到来。所以我觉得是在一个阶段的过程中，但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个趋势明显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增程大3排 SUV 的这些头部的厂商，其实他们最近都在纷纷发力纯电大3排 SUV 的市场，而且他们也在努力的建充电桩。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行动它是最实诚的，这其实是一个共识，只不过是我们把它说出来，但其实整个行业都心知肚明在发生什么，并不是我们公司要发明这么一个概念如果从今年1到8月份的数据，纯电的这个乘用车的增长，它的增速是远远大于增程，远远大于增程，这个数字都是公开的，对吧？这个其实增程基本上增长很少很少。我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很多东西。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过渡的技术方案，它确确实实能满足在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基建还没有那么发达，充换电设施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用户呢，因为他很多用户确实以前没用过纯电，他有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担心也很正常。但是，一旦过了这个阶段，它其实技术路线就迅速收敛我觉得这是在这么一个阶段今年如果就看的话，我这边讲这个拐点，其实就是2个，一个是什么？就纯电技术带来的用户体验的收益，它已经超过了用户因为充换电不方便带来的体验损失，远远超过了。那昨天我也分享了一个数据，乐道 L90 现在1万多用户，1个多月的时间，还没完全形成前备仓的使用习惯的情况下，现在前备仓的使用的这个频率，按周来看的话，周活我们互联网都讲这个日活、周活，讲周活的话已经是93了，然后后备箱也就96，那这个就是量变到质变。OK 我这里正好暂停一下，正好我这2天在看依然的新节目嘛，就是和乐道的清华天团工程师团队在做访谈，然后正好里面就聊到了这个前备箱的事情，我们切过去看一下。我们正常人现在你有一台特斯拉，你开前备箱几个步骤？第一步，掏出手机；第2步解锁；第3步，找到特斯拉 APP。如果在首屏还好，如果不在首屏还得翻几下。进了 APP 后等3秒钟加载好，然后点击前备箱开锁之后，它弹开一下，弹开但不是升起。OK， 你再手动掀起来，7步8步过去了这么麻烦？哎，7步8步过去了。有这个时间，我走到后面去，我什么事都干完了。对，所以我们在脑子里，人的大脑是非常聪明的，我们会在潜意识里开除到这个配置。
所以这个车我开了3年多，我就用过1、2次前备箱。我们现在这辆车的前备舱打开率是80%，对，我绝对相信，绝对是不一样的，差2个数量级。就只要你开车出门那一天，有80%的就会打开，都快比后备箱高了。对，那肯定比后备箱高，肯定比后备箱高，肯定比后备箱。随着沈飞总透露的 L90 前备箱的开启率是80%，那么我们也正式开始了本次媒体群访第2大块内容，就是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就是纯电的技术路线带来的这种高频、高感知、高价值的这样的一些用户体验，它确确实实非常显性化的，它很显性化的，这个就很不一样。乐道 L90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全新 ES8 会更加证明这样一点，所以L90 和蔚来 ES 这2款纯电大3排 SUV 还是会让市场认识到我说的这个话呢，确确实实是有道理，就是增程大3排 SUV 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纯电大3排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我再来帮斌哥补一句，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OK， 那就开始进入我们本期媒体群访的第2大块内容，就是我这小标题，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蔚来以及乐道它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那么接下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蔚来在长寿命电池上的坚持也会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那么接下去斌哥还会分享一些关于电池长寿命的思考，就是在电池上寿命重要还是充电速度快啊？类比于就是在 AI 上是算力重要呢，还是这个内存重要？这方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斌哥的分享。其实这个换电这个事情呢，它和充电是不矛盾的，就是当然了，再快的快充，它也不可能比换电快，这个是它整个的这个设计理念不同就决定了。这就像内存，其实对于大模型，其实现在重要程度比算力比那个简单的运算速度其实更重要。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在这个能源领域，其实很多时候和信息的这个领域，其实很多到最后它很多道理是相通的。OK， 暂停一下，斌哥这句话说的太牛逼了。怎么理解斌哥说这句话？就是内存实际上就类似于电池容量，解决的呢是有无的问题，而充电速度实际上类似于就是芯片算力，解决的呢是快慢的问题。但恰巧的问题在，如果内存不高，哪怕你算力再快，模型就是没法部署，没法部署就是白搭，对吧？电池容量不高，哪怕充电速度再猛，也就只能跑那么点路。然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这个超充站和换电站的对比啊。你超充站哪怕它的充电功率再高，但是因为它容量有限，所以它同一时间内能服务的车辆它也是有限的。而如果是换电站的话，它因为容量高，所以它在同样时间内服务的车辆也是上限更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苹果的新 Mac 我看都可以选装128G 内存，对吧？内存的大小都可以赶上很多人手机的储存大小了，对吧？实际上大家去看最近华为搞了一个就是算力架构的创新，叫做超节点加集群模式啊，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未来的换电站网络。说人话就是让很多服务器合在一起，就一起用，尽可能发挥这个群体的作用啊。所以我也说啊，就是属于未来的时代来了。作为车主啊，你不是1辆车在战斗，而是背后有几千座的换电站同时在战斗，因为换电站提高了你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往往把换电模式和这超快充去比啊，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一个维度。其实这个它能解决，它是个储能设施，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充电。你如果非要去比的话，你可以在一部分上，你可以把储充一体站和换电站去比，储充一体站和换电比可能稍微合理一点。那在超充这一块，我们当然认为合理的超充速度是需要的，但是是不是这个要一味的追求因为现在讲到超充的时候，都讲的是一节，它其实很难做到 SOC 从56%到95%都能够那么快的速度，其实做不到，它只能做中间那一节。大家在讲的时候都是讲这个东西，但这个它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不付出代价的。OK 这里暂停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是谁提的呢？是大学生电动方程式的一位同学提的，他就是在问斌哥说5C 技术的普及会不会对这个换电带来影响。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次这个斌哥他回答的问题就太深刻了，可能又有点太直白，就是需要一点门槛，门槛一过你可能就秒懂，就是电容量和这个大模型的内存有一样的这个重要性。5C 固然好，但是斌哥刚才也就说了代价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后面会聊到的。相同的成本下，5C 的代价是会影响寿命，而寿命是会影响容量。
容量越小，充电频率就更高，充电频率更高就更影响电池的容量，这就是一个往下坠的这致命循环。当然了，可能前你可能会说，那车厂干嘛不给电池增加成本，提高寿命呢？没问题啊，就车厂完全可以干，但问题是换你愿意多掏这几万块钱吗？对吧？更何况再快的超充你也比不上换电快，何苦呢？所以这就是斌哥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的一个优先级的问题。OK， 我们继续听下面斌哥分享。从未来来说，去年我们在3月份吧，应该是我们当时发布了一个叫长寿命电池战略。我们认为对电池更重要的，比超充更重要的是电池寿命。这怎么做到？我们去年提了一个目标，其实也就是1年半前的事情。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做到15年不限里程，85%的可用健康度。我们认为这个对整个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更多关注电池的寿命、长寿命，它比快充的意义是更大。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8年这个车用了8年以后，要花8万、10万块钱去更新电池，这件事情其实从整个社会资源和用户的角度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一个大的成本。现在中国已经4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了，这中间纯电加上增程我估计应该有这个2500万辆吧，应该大概是这么一个规模。如果这些车它的8、9年以后，就算10年吧，它整个要换一串电池，一个电池包就算5万块，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可是你现在真的去看一看，有谁家的电池出了质保期以后换电池是5万块谁不都在个7、8万，有的甚至于10多万。那车电不同寿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大家看换电的时候，本质上来讲，我认为大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其实，在车上小电池，传统的这个蓄电池，它就是要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下那如果你把它小电池放大成为一个大电池，你换不起所以这个从根上去解决，从研发底层去解决，从材料、电芯的设计、电池包的设计和运用体系，完整的都按照长寿命的这样一个思考去做到这个事情。能不能让电池的寿命大于等于车的寿命，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当然这个你会增加一些成本也会要做这个研发投入，但是它是能解决的，它不是不能解，它不是一个不能攻克的技术，它是一个能攻克的技术。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在优先级上，我们会把长寿命电池的优先级要大于快充的优先级，这个它们俩之间也是有冲突的如果你又要追求长寿命，又要追求超快充，这就麻烦一点了，对吧？你到底哪个优先？超快充优先还是长寿命优先？我们肯定是选长寿命优先。我认为整个行业也应该追求长寿命优先，因为超充你说4C、5C 甚至再高一些，它只在少数在一个电量区间有用，但它对于整个生命周期去看，它的优先级你的逻辑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呼吁大家都要去注意这个事情。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去看，它得出结论就不一样。OK 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下看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斌哥说的真的是至理名言了。所以既要保证补能速度超越超充，要避免因为补能速度影响电池寿命，又能尽可能的提高电池的容量，哪怕是有个外挂。所以万电这条路是必要且唯一的。所以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就是属于未来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换电速度那么快，而且依托于这个庞大的换电站网络，等于就是无限的提高了电池容量，等于是无限的提高了就是大模型的内存这个问题。就是让我也想起来，就之前媒体群访就和大家聊的换电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我觉得把这个事情我想再说一下，就是它多了一种可能性，从而激发了更多的可能性。OK 就我前面也跟大家说了，这个问题提问者呢是一位电动大学生方程式的同学，所以接下去斌哥也借此引申到了大学生电动方程式的案例这是特别离谱。这个案例也更加凸显了未来极其优秀的这个价值观。大家也不要嫌我啰嗦的确这件事就符合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你用3年看，用5年看，用8年看，用10年看，用15年看，
你的技术路线选择，你的优先级的排序就会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这个跟工程学会合作大学生方程式一样，如果你从我今年4季度盈利的角度来讲，我干这事干嘛？对吧？好歹也会给我增加一些亏损的。这个虽然这个对我们整个的盈利表现可能改善有限，但是它也是个亏损的。但是你从整个行业，从我们整个公司稍微拉长一点去看，我能省很多招聘成本。牛批！我对我整个在年轻的这种行业未来的栋梁的这种人的心目中，我觉得未来的长期的品牌价值和企业价值是能看到回报的。那这个我们也培养2万多人了，如果按照这个 FSC 的话，那就更多了，6、7万人，是吧？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这就是行业将来各行各业的栋梁啊！我现在就已经经常会碰到一些学生，不是当年的学生过来说，斌哥，当时我参加过哪个车队，那就很亲切，是吧？所以你这个种子要种，它可能需要10年才能获得成果，但是对于电池寿命这件事情，它不是将来的事情，它也是当下的事情。现在国家是8年16万公里，大家觉得做到8年16万公里就 OK 了，那8年以后怎么办？10年后怎么办？那个车虽然变成2手车、3手车了，但它整个社会要承担这个成本的。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搞这个新电池，它又只能用5、6年了。我操，越想越牛逼。因为它和车和电池的寿命是不匹配的。这样子推导下去的话，就这些车大概率是淘汰车，而非多花几万块钱买一块新电池了。那如果这样继续推导下去的话，那现在这一批市面上的非换电的2手车，一旦社会得到共识，它们的残值会急速的下降。这属于未来的时代，能不到来吗？那你怎么办呢？就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远期的事，它是个当下的事。就这个一说到这个，我们可以今天不是电池策略发布会啊，但是你说这个我就容易激动一点，这就是我们在排优先级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思考啊。我们不是为了宣传去做事情，我们是为了从用户的利益，从整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去看这件事情。当然我也可以选择这个装傻充愣啊，就这样。但是你最后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大家还是要关注啊，谢谢。OK， 那这个问题斌哥也回答完了啊。这个事情让我就是突然联想到之前斌哥在 L90 正式发布会的媒体群访，那时候他说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好一件事情，它是能满足用户的利益，还能满足企业的利益，如果还能的话，就是照顾到社会的利益。我发现他这件事情和长寿命电池也好，和长期投入就10来年一直投入大学生电动方程式一样也好，它是一以贯之的。当时斌哥为什么会说这件事呢？就是当时他说 L90 做轻量化，既能给用户省钱，也能让企业赚钱，还能让公共道路减负。就是公共道路如果这个车太重了，会把这个路压坏。当时我记得好像很多评论还会笑，对吧？但是如果你们去咨询一下政府里干事的同学，对吧？他们都能会跟你反馈这件事情。有很多大卡车大晚上都在偷跑，这种就是类似坚持了很多年的事情啊，就是斌哥啊，还有未来他一直在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就多方面去受益。咱们就是在智能化以及在这些长期战略上都有很大的一些布局。那咱们就是认为下一代的这种智能化电动汽车的终极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咱们的技术平台在这方面有哪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布局？谢谢。我觉得这非常好的问题了。其实，智能电动汽车发展到今天，我们如果去看，从 Model S 它当然是划时代的这样一个开始啊，从12年到现在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其实我们未来 ES8 从18年交付到现在也7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进行了3代的迭代。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智能电动汽车的产品形态其实已经在收敛就是iPhone 对吧？就是 iPhone 3也好，4也好，说和现在它其实这个差距就是它的这个就只是在进化它已经不是那种大的变革。OK， 那这里斌哥已经聊到了 iPhone 了，那我也挺感慨，我也让我自己夸一下自己，对吧？上次媒体群访，我正好就已经在说电车的 iPhone 时刻已经来了。
当时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在说我，还在笑我，对吧？那当然，我当时实际上借用的就是遵义会议啊，就当时的人不知道遵义会议是那么的重要，只是后面的人呢就往前追溯才发现遵义会议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能往后的日子啊，就往前追溯，大家会发现哦，原来是2025年 ES8和 L90这么一个组合拳上来之后，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电车的 iPhone 时刻。这也就是斌哥说嘛，它可能就是越来越好用了。就之前媒体群访，斌哥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前辈枪它能用和好用相差是很多的，能用，但它是不好用，但现在是好用了，所以它现在周活能达到93%。所以我也挺纠结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最大的主题究竟是说硬仗来了呢，还是说属于未来的时代来了？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优先说硬仗吧，毕竟先把硬仗打好，对吧？属于未来的时代才能来。OK， 那我们继续听斌哥的分享。所以我其实虽然这个话不愿意这么去讲啊，但是智能电动汽车它的技术路线已经开始在收敛。已经收敛的话呢，包括产品形态，包括能带来用户的体验价值啊，它开始在收敛。但是呢，从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很多还没有完成。比如说智能驾驶，其实还没有完成。如果我们就看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呢，我认为是真正的这个，因为大家你现在不管讲什么概念啊，很多从 marketing 的角度来讲啊，我的自驾怎么好怎么好，我觉得真正的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降低事故的这种比例，你到底降了多少？这个其实我们的数据已经充分显示，已经是量变到质变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整个行业目前其实还没有人给出像我们前辈仓那样的数据，就是量变到质变的数据，其实就是使用的时长比例，就是高速上大家有概念了，在城区你到底使用时长占你整个用车时长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就这个能不能到60、70？现在每家不会去发布这个数据的啊？为什么呢？就说明都还离这个还没有到量变到质变。我觉得如果到60、70，那就量变到质变了，那真的就买车送司机了。OK， 我这里插播一下，我自己目前对未来的这个版本的智驾是满意的。我前2天刚刚从长春开回杭州嘛，然后2200多公里，2300公里的话，我的总时长就斌哥前面聊到的总时长的话，我是79.8%，就是80%的，那就是说接近20%的时间是自己开，剩余80%时间都是车子在开，对吧？我觉得这点对我解放大量的精力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这次有个比较开心的点在于，我去了很多个陌生的城市。就比如说像徐州，比如说像淄博，比如说像泰安，比如说像锦州，反正从下高速到我要吃饭的地方，到我的酒店，然后又从酒店又重新上高速，我都没有开，这点特别好。我后面也会录一个视频，因为我刚才也录过在徐州的时候，之后我也放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说目前未来智驾，我觉得自己是满意的，真的是满意的，像掉头也好，规避也好，什么都好。OK， 这个题外话，我们又切回到现场。也就是说，这个还有很多可用性和通信效率方面，其实大家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再有1、2年就会到质变。其实它已经不是硬件架构的问题，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模型的优化，还有一个算法的优化，还有数据闭环的这样一个收敛。我认为还有那么1、2年时间，就真的是量变到质变。那么其他的一些整车里面的，像 Room Intelligence 这样的一些座舱 AI 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影音娱乐体验，其实已经不错了。然后就是空间的体验，空间的体验，其实我们 ES8和乐道 L90这个整个的空间效率已经把纯电技术的优势完整的展现出来了啊。我们现在是230、240，那你就做到260，可能也不是量变到质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基本上在收敛。那么再往下会怎么去发展？就是再往下发展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技术沉淀怎么样去做扩展啊？当然。很多汽车公司也在做像这个放 AI、通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因为汽车公司现在我讲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现在让汽车行业成为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就智能电动汽车。那这些东西，汽车公司的外延会变大，就智能电动汽车公司的外延会变大。那么它到底会怎么扩展？每个公司会有不同的路线，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可能还需要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吧。能够让大家看清楚一个全貌。OK 啊，这句话斌哥说的真的太棒了，就技术创新、科技创新使得汽车行业现在是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这一点我也是深刻认同。而且斌哥还有说10年嘛，
我觉得也是深刻认同。那怎么理解啊？老粉应该知道，我很早就透露过，我下一个看的行业就是机器人行业。我之前在持股小年4年半，就一度亏损90%。那期视频中我说过，我最看重小鹏的反而不是汽车，因为当时我们去看电车的终点，它就是换电模式了。不论你小鹏也好，理想也好，他们后面都会加入换电。所以我看中小鹏的最核心的还是因为其在机器人行业上的探索。我自己认为啊，如果就下一个要投的话，就是这一波智能电车投完之后，下一个要投的话，我就是想看机器人。而且机器人实际上和智能电车的这个发展逻辑都是极其接近的，都是在真实物理世界的外拓。而且有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得要有自己的芯片加自己的操作系统，所以我是积极看好小鹏，同样也是积极看好蔚来，哪怕现在蔚来还没有切入机器人领域，因为我现在看到蔚来呢可能还是现金流比较紧张，对吧？那可能以后缓过来之后也可能会切入。然后理想的话，反正芯片要明年 Q1 才出来，这一批理想所有的车子反正都是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理想在明年再看看吧。所以我再次强调，就是还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了。这一次未来的机器人呢，它没有往前冲，我觉得也没必要事事往前冲，对吧？做的后来者也可以好。那所以我很负责任的就跟大家说，就说这句话就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哪怕说多少次啊，它都是可以的。OK， 后面还有个媒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未来换电网络以及技术转让的事情，然后我就快速跟大家过一下啊。的确，我在很多次财报中也在聊过了，就是未来它的技术转让能不能有额外的收入？像我们看到小鹏和大众已经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关系了，对吧？那目前未来这边披露呢，就是只有跟迈凯伦有合作，我希望就是跟更大的一点厂商去做合作，但呢，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换电网络的话，新纪元已经很快就要来了，再等2个月，大家稍微再耐心再等一等。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小鹏那边的技术合作呢，它是因为接受了大众4.99%的这个股份的投入啊。那斌哥这边也就说了，不是非得需要通过股权的交易来获得这笔收入，它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再担心咱们的股票被进一步的稀释了。那 OK， 那我们这个小标题啊，就是属于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那我们就差不多说完了，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下一个标题了，就大标题。关于品牌的问题，未来现在反正3品牌战略已经完全展开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品牌价值的事情。我觉得品牌的问题是要反复的说，多次的说，要不厌其烦的说，让大家一定要意识到未来，而且斌哥就是在品牌问题上的思考是极其深的。那我们先开始进入第一个，就是关于这次未来在 New Day 上还获得了好几百万的这个赞助费，这一点真的是未来因为多年的品牌建设情理之中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斌哥好，英文好。那个我昨天看到那个8次后的价格做到30万以内了，就全新 ES8。其实我昨天注意到那个伴手礼里面有一个那个 BUS 省钱包，一张卡片，好像昨天发布会的时候也没有着重去提这件事情，就您能不能展开讲这个 BUS 省钱包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BUS 省钱包其实是未能和这个有一些银行啊，像浦发、像上海银行，还有很多银行有一个合作，因为最近利率也比较低嘛。这个用 BUS 购车能更便宜一些，就是省钱包。其实我们因为这个要交流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一般都会是用户提车的时候会跟用户做一些交流。昨天大家那个包里的，除了 New 的 New Life 的，其他都是我们赞助商提供的。对对对，未能也是赞助商，未能也是赞助商，包括那个水也是赞助商提供的。我们这一次 New Day 还有不少赞助合作伙伴。虽然没有上大屏，你看这个我们还有点收入，就是我们现在算大嘛，这一次 New Day 我们还有几百万的收入赞助收入。我们希望以后会更多。OK 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大说特说啊，就是大家听听，很多企业反着来赞助这次 New Day， 这是多少其他新势力友商眼红的，对吧？这次赞助还赚了几百万，那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我后来看到马老师发的微博的赞助企业的清单，我看到我老家的企业就寿仙谷也是名列其上。那老家企业我打个广告，他们是做灵芝包子粉的，这是题外话。实际上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未来的品牌价值之高是超乎用户以及投资者的认知的，这也是绝对超出我的认知，因为这玩意儿特别难定量，对，特别难定量。但是说到底啊，人家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这一批未来高质量的用户和他们的购买力。像前2天不是杨波要发的在那个新的 ES8 抽奖池里嘛，就说如果有品牌希望让用户车主体验到也来抽奖，哇，这个真的太诱人了。还有事情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之前像进出口博览会啊、广交会啊，未来都是专用车，对吧？但这个不是说未来自己花钱让人家冠名，而是人家来找的未来。所以这么多年，就是斌哥和未来管理层对于未来品牌的经营啊，已经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有一个品牌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个 ES8 对于咱们未来品牌呢，我觉得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哈，就是咱们品牌第一款车。
然后呢，同时也是目前在咱们品牌的体系里边是旗舰型的车型。那么昨天公布了这个价格以后呢，确实是很出乎意料啊。但是可能也会有人会觉得价格太低的话呢，会不会对于未来品牌一直以来的高端化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其实未来这个 ES8 在第一代的时候就是44万8起，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国补地啊，补最多的是6万多块。其实那个时候实际购买价格就是不到40，就是这个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其实就第一代也就是7年前的事情。我们第二代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一个电池的这样一个价格的高峰点，又加上我们当时用了像4口润啊，像很多这样的一些高成本的这样一些首发的这样一些全球首发的很多这样新的技术，所以当时的这个成本确实就上去了。那这综合因素吧，它其实就到了50万的这样一条极限。其实我们这2年也是看到这个技术进步，把很多的这种成本呢都已经拉下来了。还有我们自己的很多这种研发的这种成果就开始量产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能做到像40万6800这个价格起的话，还有一个其实比2代 ES8 还要更好一点的毛利的表现。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吧，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规模上的这样一些优势啊，所以这其实就是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啊。就是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全新 ES8 的这个定价，其实是让未来整个的这个品牌啊，其实就是落位了。另外，看品牌的话呢，不光是看这个它的产品的这个 range， 其实更重要还要看这个权重，就 weight。这个品牌其实它定义主要还是看卖的最多的那个车，它的平均售价是多少啊？我觉得现在全新 ES8 现在这样的一个定价，其实和未来整个品牌的定位其实是匹配的，也是更合理的，反而能把整个未来品牌的平均售价能够拉上来啊。其实我们的平均售价和2代产品的周期比肯定是会更高，不会更低的。谢谢。OK， 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平均售价高，证明了未来品牌价值高。还有一件事，可能大家还没意识到，就是未来品牌价值高，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带动效应，带动了旗下第3品牌萤火虫的销量。萤火虫确实表现比我们自己预期的要好。客观的说，原来我们觉得这个车这个价，小车嘛，虽然在中国量也还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7、8万的精品我们这个12万这样的一个小车，我们原来觉得一个月有个3000台，我们觉得还就可以了，就挺开心的了。所以当时我们确实一直是按照3000多台去想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它这个需求比我们自己想的要好其实去年New Day的时候，萤火虫是第一次这个品牌发布嘛当时我觉得第2天也是New Day第2天接受大家的采访，也问到了这个问题，我说3000到5000我们就觉得挺开心的。现在来看，萤火虫在这个高端小车的市场确确实实现在是第1名我要强调一下，在中国是第1名。这个在高端小车市场Mini 和这不能提名字算了，以后不提名字了。反正总之就是别的高端小车加起来不如萤火虫卖得多。那我认为这中间有2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什么呢？原创的设计，有逻辑的设计，有思考的设计，最终还是会被认可的。就虽然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有点蒙丑，但现在大家觉得买的第1位就是因为设计，和我们自己当时想的也差不多我们的用户调研里面，购买萤火虫选择的排名第1的因素是设计的独特性。设计独特性。第2是什么呢？是安全，他们俩比例差不多比例差不多，就是原因第1名、第2名差不多，就差1、2个点，是安全。确实把这个小车做安全是不容易的。就萤火虫获得中国中保研历史上的最高分，和欧洲公共安全标准的最新版的这个最高分，还是挺说明我们的这个能力的，我们团队的能力的。所以这2条就设计和安全这2条，我们当时就这么思考，现在用户也给了我们回馈。还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萤火虫，我在上次有一次财报会上说的，我们30多个人的营销团队，就1个月能卖这么多车，
效率非常高，主要就是复用了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营销网络啊，这个效率是非常高。OK 啊，那这里关于第3大部分品牌的内容就这些了。那这次媒体群访的确让我意识到，就是品牌价值也是衡量未来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我认为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了吧。无论是这次 New Day 收获了多少赞助商的支持，也还有呢，就是整个未来平均售价它是非常高，高于 BBA。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萤火虫它也是依托于未来的品牌价值，使得它卖的特别棒，对吧？那过去我当然知道品牌价值是很重要，但这一次我真的是具象化的就认识到了，的确未来的品牌价值它真的是能实实在在有收入的。OK， 那我们就切入下一个大章节了，那就老样子，那就是其他部分。现在你在网上这几个月这个称呼变化很快，就从可能斌哥，然后有叫斌字，然后现在突然间就变斌神了，就从人到神这个过程中，现在心态有什么的变化？一般来讲，这个也是企业景气度和舆情的一种反馈嘛。然后你怎么看待你现在变成斌神这个事情？大家开心就好，怎么叫都行啊，叫宾鬼也可以。对，这句话虽然就一句话，但真的是可以看出来，就斌哥这个人很豁达，按照佛学里说就是具有大智慧，对吧？只要大家开心就好。之前金池长老他也无所谓，结果反而收获了一大批好感。那为什么这句话我截出来呢？实际上呢是有用意的，它虽然就短短的一句话，因为我自己常年跟踪和观察下来啊，就创始人豁达的性格和格局对于企业来说特别的重要。格局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决定了创始人的上限，而创始人的上限呢又决定了企业的上限，这一点真的不夸张。我说句难听的啊，就这些年我持股过来多少黑暗的，对吧？这大家应该很多人会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就那时候很绝望。那要不是像斌哥还有小彭总这2个人的个人魅力，我明确的说啊，我真的是拿不下来。而说到底就最后还是投创始人，这点我现在是特别认可。OK，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多新朋友们现在还没有买未来股票的朋友们关注了，就是港股通的事儿。沪港通这个我在前面也回答过，沪港通主要还是因为我在上市的时候不是赚了1/3的股份5000万股，成立这个用户信托嘛，涉及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沪港通，那我们用户信托就不能提名这个董事了就是放弃这个东西。举个例子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取舍。我们要做用户企业，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回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短期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则，反正总之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可以，新加坡资本市场可以，香港资本市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他们认为信托只能是给遗产安排，只能给来避税，说搞个用户信托没见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还得沟通。港股通的事儿之前反正也跟大家沟通过了，因为我之前也私下里问过斌哥嘛，斌哥也说了，当时信托的话有多方在扯皮嘛。这个事情呢怎么去理解啊？如果就是按斌哥说的嘛，为了暂时的港股通而放弃了一个董事会席位的话，这个长期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只要是有一个董事会席位是给到用户的，那么在决策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考虑用户，对吧？那么我最近也是在看一本书大家不要笑，我是在住华住会的时候随手床头柜翻的，结果发现华住会这个老板写的那个手记，他常就是日记嘛，写的真的太好了，好到离谱。像我自己也看了好多书肯定是远超同龄人的，但是还是有这种书能让我很惊叹的。OK， 说太远了，我强烈推荐一下。然后我说回来，在里面呢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创始人季琦说的话，创始人季琦说的所有的企业根子上呢都是股权结构，VC、PE占70%的公司和创始人占70%的公司在许多问题的根本性上是不一样的。有什么样的股东就会有什么样的董事会，而管理层就是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公司的战略、经营目标、价值观和文化也都是和股东的意志相呼应的。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拎出来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股东就会有怎么样的董事会，而管理层就是执行。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看不懂用户信托，但是没有关系就是长期来看大家会懂得董事会里有一个席位是给到我们用户的，而不是服务于资本的。或者我觉得大家可以把用户信托可以理解为人大代表，对吧？就这么理解，大家可能会更接受一点。然后代表用户在董事会里面去投票嘛，就是人大代表。所以我认可斌哥，就只要这个企业还是用户企业，那么只要董事会里有一个用户信托，那么这个企业在决策的时候就永远会多想一份用户，至少就有人能刹得住车，对吧？
OK，那这个第4大章节就是其他也就结束了，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大章节了，就是关于成长吧。我后面就不加解说了，我们就静静听管理层他如何分享这10年的这些感悟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启发的。这个我的问题呢，就是随着全新 ES8的上市，以及这个乐道 L90的良好市场表现，这个现在用户还有这个市场端呐，就是资本市场，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未来的势能在提升。包括那个美股现在的价格已经从我记得啊，就是从300美元涨到7美元了，翻了1倍多了。然后呢，港股从23块多钱，现在港币已经涨到现在57块多，很快可能就要突破60了。我就不知道未来这个就年初的这个陷入低谷的未来和现在的未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这是这个问斌哥的。行好，那个我们未来变和不变，所以其实以前我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讲到了，我觉得做企业最难的就是哪些该坚持，哪些要变化。就你不可能说我就一根筋什么都不变，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说这个见风就是雨墙头草变成折返跑，这肯定都不行，这2种都会死得很难看所以从未来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是越来越清晰，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坚持的，比如说在技术创新方面、研发投入方面要坚持在这个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坚持在用户服务的品质和用户社区的打造方面我们要坚持，所以产品服务社区技术产品服务社区这些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我们确实也有很多需要变化的地方我们的产品怎么能够更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的反应怎么能够更快一些我们的这个运营怎么能更精细一些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原来我们叫该花花该省省，现在我们换了一下该省省该花花这个其实这个调个这就不一样这个心态上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的这种，今年我们推这个基本经营单元，所以整个的这个机制，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每个项目不管是研发还是市场活动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个事情都能够去清晰的看到它的投资回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我们其实这样的话做下来的话呢，确实这个到1年的时间吧，在公司内部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所以现在这个未来，你可以理解成为是这个强筋健体以后这个变得更加的敏捷，变得更加的务实变得更加高效的这样一个未来。但我们该坚持的东西还在那，你们认识的这个未来还在那。同时我们也在过去的这样一个低谷期，也进行了很多的反省反思，进行了很多的变革。这个变革更加回到商业的本质，因为把公司做好，我想这才是对用户最大的责任也是对于像在座的各位媒体老师各种关心未来的朋友最大的责任。做企业嘛，不光是说汽车行业，其实做所有的企业，它都是一个无尽的马拉松泥泞路上的马拉松，它是没有终点的。所以不管多么伟大的企业，或者说什么样的成功的公司我觉得遇到一些坎坎坷坷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我自己反正创业这个也30年了，30岁，今年正好30年，这么长时间，年龄都暴露了。这个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就起起伏伏的事情经历了很多。当然，未来在过去这10年里面，要总结反思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我们在内部还是定期的会进行这样的复盘。但有一些呢是外部的原因。外部的变化，我们自己其实反应不够迅速，这个或者说对很多这种宏观和这种外部的环境变化的感知不够及时，反应不够敏捷。但也有很多是我们内部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基本功做得不够扎实。但我其实前面讲到了，我觉得做企业最难的就是什么该坚持，什么需要变化这个其实一直都是要去修炼的对于汽车行业来讲的话呢，具体来讲，我觉得在产品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那我也讲过我们的一些思考，就是坚持什么，变化什么。
就是产品的话有3个层面，其实我再讲一遍，就是最底层是技术路线。我认为我们从一开始的选择到今天的坚持，一直的坚持，这个是对的，我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未来之所以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因为这个包括我们的正向研发、12全站、可充可换可升级的纯电的路线，大家为什么愿意支持蔚来？就是因为我们在以终为始，去坚持大家认为的终局的东西并没有去分心在技术路线上没有去分心。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产品规划，总的来说我们觉得也还 OK， 我们当然有些地方可以去微调。就第二个层面，产品规划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3个品牌服务不同的这个市场的用户今天来看，我们还是认为这也是对的。这个其实如果回到1年前，大家还有很多的质疑今天大家觉得整个的这个战略选择坚持下来了，那也是对的。但确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投资了。在过去几年，大家看到的亏损，其实就是我们为3品牌的覆盖不同用户群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我觉得产品和技术的投资，我认为这个总的来说我们做的还是可以。当然可以有一些精修，比如说有哪一款车可能可以不作为重点，可以降低优先级，可以不出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阵型还是摆的还是 OK 的。但我们在产品定义，就第3个层面，就产品定义方面，确实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这具体到每一款产品，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这个不管是产品本身，还是里边的一些体验和一些功能这个我们需要持续的去进步包括向我们同行去学习。向用户听用户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听用户的这样一些反馈。那所以从最重要的产品战略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些思考。当然，别的管理的精细度、供应链成本控制各方面的东西都太多了，这今天就不去一一去说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有今天的成就和市场地位包括国际影响力是来之不易的。过度的，尤其是不良性的竞争呢，它肯定对这个发展势头是有害的。我们觉得这个中央的高层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倾注大力气来参与到这个管理，我们是举双手欢迎的。我们蔚来作为其中的一家公司呢，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2点。第一个就是自查自省。我有一次参加行业一个比较高层的闭门会。就几十个公司的老总坐在那儿，当时我也说，我说这个行业的乱象，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可能在座的各位呢，也都或多或少的这个在里面也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企业，首先我们要自省可能大家昨天注意到，昨天我们的发布会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发布会我们基本上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没有去做针对性的比对，哪怕客观数据占优我们也没有去做针对性的比对，这就是一个开始。第2点我们可以做的呢，是在接下来的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呢，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如果发现有什么不良的事情，可能及时的举手举报这是我们能做的2个事儿。要不马林再补充2句前2天马林代表我们蔚来公司去参与了这个讨论参与了讨论。总而言之吧，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我们也这个需要全行业一起努力吧。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是乐于看到一个更加清朗的环境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调研，我们政府相关的调研，我们都提的主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我们专注大家就在技术创新和用户服务上这确实不容易，因为整个这个竞争激烈。有时候我们也被转进去，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回归一个理性的、这个尽可能清朗的这样一个竞争。如果从汽车行业的竞争的角度来讲，这个大家有很多老师都是对行业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我觉得互相的学习、互相的这个赶超交替领先是一个常态。很难做到哪家公司一直领先，我还没有看到在汽车行业有谁做到说每款产品每个阶段都是一直领先的。其实我没有看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其实这就是要保持整个公司的一个能力，就是要有这种持续领先，有的自己做的好的地方要坚持啊，有我们同行做的好的地方也要学习啊。我觉得这个互相都会学习，所以很难说这个一招就能怎么样。最终它的这个竞争是一个不能有短板的竞争，它是一个长跑，并且不能有短板的这样一个竞争。所以最终谁能赢，其实还是要靠你运营管理的怎么样啊？为什么我们讲丰田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公司？就是你也很难说它哪个什么大招就怎么样，但是人家就持续的日复一日的精进、改善管理、进行成本控制、产品的迭代。我认为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啊，其实我们也很难去讲这两款车最近表现还不错就能怎么样啊？其实最终还是一个很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去看，更多的还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好，那今天这个我赶飞机去了，因为时间关系12:20的飞机极限。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真的感谢，谢谢。好了，那就到本期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也非常各位观众老爷能看到这儿。如果这个时候你能点个赞、投个币、收藏一下，然后哪怕真的非常开心。当然，就是看到这儿的你啊，肯定也是陪伴着未来走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前面就是斌哥在聊到他的感悟，就是坚持变和不变，这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需要长期主义，又需要长期主义的修正。这个也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做的一期1个多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尝试1个多小时的视频。讲未来嘛，对吧？那反正都已经看到这儿了，对吧？然后继续后面的也把它看完吧。那依据惯例，每次媒体群访的最后呢，我都会抛出一个问题来跟大家进行讨论啊。那这一次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深埋已久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乐道、L90、萤火虫和蔚来啊，的确这3品牌已经开始了持续正向的扩散。而这个品牌的问题，3品牌战略是在很多年前一直困扰着整个蔚来品牌，也是一直被行业和市场所质疑的，对吧 ？OK， 那现在随着这3款车的热销，那么市场对于3品牌的战略质疑，开始打消了，大家都纷纷认识到了斌哥的远见以及定力是多么的可怕。现在应该没有人再教斌哥做 CEO 了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就是从长期的行业竞争来看啊，汽车品牌最后呢是会像电子消费品一样，就趋于集中。理想呢，它就是这一个路数的代表。后面呢，我也会聊到，还是说呢会开花散叶，百花齐放。未来呢就是这个路子的代表，因为斌哥和力宏呢都在公开场合说过，他觉得汽车行业到最后呢就是有非常多品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因为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前面也说了，之前呢在未来长期主义的变革的修正中就有提到过，不过我当时呢是没有想明白，而这个问题真正激发我深度思考呢，实际上就是去年年初。理想祥总就是在23年全年的财报会上，他特别自信的说，就是说到了24年年底，对吧 ？C23 会占据70%的份额。我当时就在想，他凭什么这么说，对吧？也太狂了。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想明白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啊，像理想、问界还有特斯拉，真的是就是如日中天，对吧？不可一世，就人家是有他狂的资本。那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想跟大家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要探讨的问题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思考结果和不同的判断，会带来不同的形式的行业竞争。如果觉得终局如果就只剩下几家，就像理想他说的，可能 CR 级能占据多少的份额，那么竞争的方法它就是打击抹黑，把人干死为首要前提，就是存量竞争，对吧？这大家肯定能理解。那如果有新品牌冒头就要打，对吧？趁它还没大之前。那现在，而如果像未来所代表的，就汽车行业到最后呢是百花齐放的，那么竞争的方法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品牌定位，那寻找自己的目标客户，各个企业应该就是做好自己的圈子，然后就向上突破，提高体验，然后把这个成本尽量往下降，对吧？百花齐放，各有各的不同。说人话就是我不 care 你们的脏招浪招，对吧？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我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行业的竞争将会是何种结局呢？我想我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OK，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那10秒钟到了，那我认为就是蔚来说的，
百花齐放吧。随着对汽车行业的观察和思考的加深啊，我来和大家聊聊自己的看法。就怎么说呢？人有人格，对吧？车也有车格，消费者会通过选择对应的品牌的车来反映他的人格，而单格的这个品牌想表达它的车格啊，就是有限的，也就意味着就是想要依靠几个品牌就无法完成对所有人的个性化的诉求的覆盖。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如果所有人类就通过几个品牌来分类，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太可怕了，对吧？所以理想之前就认为，就汽车行业竞争的终局会类似电子消费市场像头部集中的判断，我觉得可能大概率是错误的。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我观察到，像理想前2天是请了易烊千玺做代言人的原因，对吧？理想之前一直在说移动的家，幸福的家，这个 slogan 大家大概率我估计之后也会看不到了。因为家我在我眼中终究不是个性的表达，它只能说是个性的外溢。比如说你真的是很周到很照顾的人，它的外溢之后说我可能是一个顾家的人，对吧？这就是一个从个性往外延伸的一个过程，但它不能把它拿出来说，对吧？而且像这段时间就是无论小鹏也好，理想财报也好，我也都在和大家说，我觉得长期来看他们都会出各自的子品牌。小鹏目前我看到呢，一个呢是 Mona 系列来满足更多的市场，但是对于高端来说啊，小鹏和理想都是不够的我觉得他们都是需要重新去打造一个新的品牌。这个品牌呢主要就聚焦于商务，然后再是兼顾家庭。那现在小鹏理想我目前都看不到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后面也会去做。那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认为在品牌设立之初啊，就打的标签尽可能要去避免对立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标签是家庭，自然而然就会放弃那些自我表达的那部分人群的市场，对吧？标签如果是年轻，那自然而然就会放弃保守那些比较保守的部分人群。如果你的标签是豪华老登，那自然就会放弃这些追求个性、追求年轻、追求科技的这部分人群，对吧？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解法就是多一个品牌，甚至多2个品牌来尽可能覆盖更多的人群。不过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可能说为什么现在的确电子消费品市场好像真的品牌就趋于集中，对吧？那这个又如何解释呢？现在大家也都看到，就是苹果、小米、华为，然后 OV 貌似就没了。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它的价格段太集中了，对，好的不好的顶天也就是1000把块上下，消费者他感知很明显，竞争也就是在100来块之间，所以反而它的需要量大，需要规模，这个真的是要真刀真枪的拼，你拼了那个成本才能往下降，对吧？但是我们又反观这个汽车，又因为便宜的很便宜，贵的很贵，整个价格段就是大几十万上下，所以它的价格空间呢又是比较大，反而消费者可能对大几千块的这个硬件的感知呢，就远远没有这个车子表达的，他更想去追求这车子的车格来的那种感知强烈，对吧？因为他可能宁愿就我要多掏个几千块或者少几千块，我宁愿选择这个车的车格来代表我的个性，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见路不走吧。这见路不走什么呀？就我也常常在说，它实际上是天道的姊妹篇。就天道大家可能知道，就遥远的救世主嘛。像它的天道是它的姊妹篇啊，就是天幕红尘里面的一个名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路看的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可能是不同的。说人话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未来和斌哥的确就在不停的进步，对吧？理想也是在不停的进步。这个行业终究就是斌哥说的无尽的马拉松，就相互学习，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和记录，一共后人嗑瓜子的时候有谈资，对吧？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我观察到的特别有意思的，的确就是魏小李在我眼中有点像100年前的美国的克莱斯勒、通用、福特的竞争，也有点类似60年前就丰田、本田、尼桑的这个竞争，也有点类似德国的大众、宝马、奔驰的竞争。所以我也在想，我们应该是在见证属于我们中国的竞争，身处其中，能够参与一下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了。OK， 也欢迎大家讨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让互联网记录并留下你的讯息，这点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把你的想法也留在我的评论区。OK， 那这一次课结成，那就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记住啊，还没点赞的一定要点赞。一个视频做起来10来天很不容易，感谢你的支持，也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未来管理层媒体群访的这个内容。OK，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